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今天我跟大家谈一谈，在职场中如何告状。首先，大家要明确一点，就是告状是要跟你的上司说别人的不好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才叫告状嘛。如果是说你跟你的同级的同事，或者是跟你的下属说一些别人不好的事情，那个不叫告状。而且这个我也是不赞成的，因为你跟你的同事之间说别人的坏话，这个不是一件好事。跟你的下属说其他领导或者是其他人不好的事情，那更不好了，对吧？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人品有问题。那么我们现在谈的告状，就是跟你的领导也说别人其他组织上啊，或者是其他人做的不好的地方。那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？首先，第一点是你告状的事情一定要是论事而不是论人。比如说，你觉得跟这个人工作起来沟通有问题，这个事情呢，如果是更偏向个人的话呢，我不建议你告状。那么一定要是事情上他没有做好。好，这个是要明确的第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是对事不对人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明确的就是，当你告状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已经有素材准备好了。我说的素材呢，也就是证据，也就是说你告状的时候是要有证据的。那么这个证据怎么做呢？我当然不是说你是需要去伪造一些证据，而是说我们应该提前就有一个准备的量。比如说你跟一个外部的组织做一个事情，你已经明显的发现就是你跟他进行不下去了，但是可能在你发现或者感觉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你们还留有余地。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建议你就是要做笔记了，也就是说要做会议记录。那么就是每一次会议记录上，你都要安排他做什么，你做什么，然后呢再做一个 follow up， 就发现他没有把他的事情做完。那么我们现在在谈论就是做事的问题，所以这就证明了他做得不好。当然你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，反正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没做好，或是这个组织没有做好，而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会议记录是我的一个建议。现在来谈第三点，就是告状的时候应该还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。告状的时候呢，那我建议是最好是跟你的领导面对面，把你收集的证据也好，把你的就是你的感受也好，都要以一种可读的方式呈现给你的老板，让你的老板有机会可以再细细的看一下。所以我也提到了前面的会议纪要啊，或是你们做的一些 follow up 的一些事情，这些东西是比较好给老板让他阅读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解决方案，也就是说，你把状告完了，然后你把这个摊子交给你老板，其实是不对的。你应该就是给你的老板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，至少是你认为的。OK， 就是说你还是不对人。OK， 我们整个今天说的主题就是对事不对人。如果是关于人的事情，我不建议你告状。你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，比如说我跟这个人工作不来，但是不要说他不好，这两个不同的概念。OK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不要忘记订阅点赞，再见啦，拜拜。